乌克兰国防部长换人了，由列兹尼科夫换成了乌梅罗夫。但没想到，这位现任的乌防长还给我们爆出了这么大一个消息。他在3日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现在正研发一款巡航导弹，而这款巡航导弹的射程将达到2000公里。2000公里，这可是一个不短的距离。列兹尼科夫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款导弹就是为了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设计的，而这款巡航导弹的名字叫做风筝。据美媒披露，风筝巡航导弹由乌克兰南方设计局所设计研发，而南方设计局成立于1954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导弹和火箭生产企业之一，位于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苏联时期，62%的地对空导弹，42%的战略导弹都由该设计局独立或与其他军工企业合作生产，坐拥雄厚的导弹工业和技术基础。苏联解体时，乌克兰继承了大部分导弹工业和技术，因此具备研制和生产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的技术能力。但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却迟迟未研发出新导弹，究其原因，恐怕还是钱的问题。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在财政、经济问题上陷入了一个困难境地，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的破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此背景下，乌克兰是没有精力和动机去研发导弹。直到2014年，俄乌关系急转直下，乌克兰才推出了雷霆2战术弹道导弹，而这就是风筝导弹的起点。雷霆2是乌克兰有损战术导弹项目的出口型号，而有损战术导弹系统主要用于替换乌克兰的原点 U， 同时面向国际市场争取外国订单。根据当时的研制规划，有损战术导弹系统应于2011年服役，但后来因为经费不足，其研制进度一再拖延，最后被乌国防部在2013年6月取消。此时有损的完成度已经比较高了，虽然被乌克兰国防部取消，但却得到了国外大客户沙特的青睐。2013年8月，南方机械制造厂获得沙特的资助，为其研制新的雷霆2战术导弹系统。2015年，双方签订研制合同，价值约3亿美元，有损项目重获新生。据资料显示，雷霆2导弹是一种单极固体燃料导弹，弹体由复合材料制成，弹长约7米，弹重3到4吨。弹头重约480公斤，战斗部类型可选择高爆、子母等。雷霆2导弹采用惯导加末端雷达制导，打击精度在30米以内，具备很强的精确打击能力。其射程，雷霆2导弹的自用版本最大射程约500公里，而外贸版由于受 MTCR 条约的限制，最大射程只有290公里。但也有人觉得雷霆2潜力很大，如果对其进行深度改进，其射程有可能增加到650公里。雷霆2导弹系统的发射平台使用的是由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制造设计局和哈尔科夫运输机械制造厂研制生产的10×10轮式越野底盘，车体集成了驾驶室、指挥舱、设备舱和2个发射箱，每辆发射车可配备2枚导弹，每枚导弹拥有独立的发射箱，且采用垂直发射方式。之后，南方设计局还计划效仿伊斯坎德尔的模式，为雷霆2导弹系统搭配上巡航导弹，风筝导弹便由此而来。那风筝导弹的性能如何呢？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就一直想模仿美军的战斧，研发一款属于本国的巡航导弹，以打击上千公里外的目标。再结合已开发的雷霆2导弹，风筝导弹的性能应该和战斧导弹雷霆2导弹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目前已知，风筝将是一款射程2000公里的亚音速巡航导弹，它的动力系统据福布斯声称，将由扎波罗热的马达西奇公司生产的 MS400 涡扇发动机提供动力。该发动机基于 R95300 涡扇发动机制造，其结构基本保持不变，采用单轴结构，主要依靠增大供油量，将涡轮前温度提高至1363 K， 使推力由294千牛提升到了392千牛。其质量85公斤，直径315毫米，长度850毫米，差不多能满足风筝巡航导弹的动力和结构要求。在战斗部质量和类型上，风筝应该与战斧雷霆2导弹系统相似，达到480公斤和拥有多种类型，如高爆弹头和子母弹头。高爆弹头是常规巡航导弹战斗部重要类型之一，也是最基本的战斗部。像美国战斧对陆攻击的高爆弹头还装有延时引信，可钻到地下一定深度爆炸，以此增加威力。这种技术并不难，相信南方设计局有这个基础和实力，让风筝导弹具备对敌加固指挥所和掩体进行反制的能力。子母弹头也是常规战术弹头，
它可以让风筝导弹具备一弹多目标、沿途投弹的能力。该战斗部通过程序控制来抛洒子母弹头，如乌克兰原点 U 的子母战斗部就装有50枚9N24高爆破片杀伤子弹药，每一枚子弹药装药1.45公斤，可大面积杀伤敌有生力量和轻型装备。在制导系统领域，从目前乌克兰的实际情况来看，研发的风筝导弹应是单一的战略反制性武器，只需满足可打击远程固定目标就行了。而南方设计局是具备将惯性制导与卫星制导结合技术的，因此风筝的制导系统应该与雷霆2一样，采用惯性加末端雷达的复合制导方式。当然，若是拥有与战斧导弹相同的制导能力更好，即惯性加地形匹配加 GPS 加景象匹配的复合制导。惯性制导是必不可少，因为在导弹初始飞行阶段，并不需要很高的飞行精度，它是最简便易行的方式。到了飞行中段，风筝可采用地形匹配和 GPS 制导。因为从技术上讲，乌克兰掌握这2项技术并不是什么难题，加上又有美国卫星的支持 ，GPS 制导能得到保障。而地形匹配制导虽说技术比 GPS 复杂一些，但基本不会受到干扰。2种制导方式各有所长，结合使用能提高突防概率。最后的末制导，若是采取景象匹配制导，风筝导弹的精准度或许会比雷霆2的30米还要小。因为该制导方式是将导弹看到的目标细节与末制导系统里的预处图像进行对比，从而修正30米以内。至于风筝的发射平台，考虑到乌克兰的海空力量在过去1年多的冲突中基本上已经损失殆尽，加上乌军其他反舰导弹和战术导弹的发射平台基本都是机动陆射，风筝导弹大概率也是如此，属于地对地打击版本。如海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它的整个反舰系统包括一辆装有4发导弹的发射车、一辆指挥卡车和一队补给卡车，一个作战单元包括4套发射装置，以及至少1台车载 Manner U 雷达，雷达作用距离600公里，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引导导弹接近目标。根据设计要求，海王星反舰系统一次可进行6辆发射车齐射，对目标实施饱和式打击。整个发射系统可立即转换发射阵地，以防遭到定位反击。每次补充完导弹之后，在新阵地展开的时间不会超过15分钟。值得一提的是，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军方官员透露，乌克兰在很早之前就开始研制海王星对地打击型号。之前乌军就声称使用这种巡航导弹摧毁了克里米亚的俄军 S-400防空系统，这一战果也得到了俄方证实。该版本采用与反舰版本相同的发射装置发射，具备有350公斤战斗部，制导系统使用预先输入坐标的 GPS。末端攻击时，导弹的红外制导系统会根据预先加载的图像搜索并锁定目标，从而提高打击精度。又或是原点导弹系统，这是乌克兰为数不多的战略级武器，同样是机动陆射平台，使用 BAZ-5921 高机动轮式底盘，车前为包括驾驶员在内的4名操作手，后部为导弹发射箱。每辆发射车配备了1枚待发弹，发射时发射箱盖板会打开，液压发射导轨起数发射导弹。乌军装备的原点 U 战术弹道导弹曾袭击了俄军的前线机场。从当时俄军机场损失来看，原点 U 导弹很可能装备的是子母战斗部，因为原点 U 导弹采用的是惯性制导，原概率误差为150米左右，命中精度并不高。若使用高爆战斗部的型号，很可能打到机场的空地上，造成的损伤比较小。总之，乌克兰正在研制的风筝是一种采用常规战斗部复合制导、陆基发射、射程在2000公里左右、以亚音速飞行的巡航导弹。那对乌克兰在俄乌战场上有什么帮助呢？随着俄乌战争的加剧，乌克兰的反攻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其打击目标也逐渐放到了俄罗斯本土境内。如乌克兰经常使用无人机搞越境袭击，莫斯科都没能逃过，或改装一些防空导弹，把导引头做更改，由地对空改为地对地，再加上又有英法提供的风暴阴影和斯卡库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并不困难。此外，乌克兰也正在加速研发能够打得更远、打到俄罗斯本土纵深的远程武器，也就是刚才讲的风筝导弹。现在就看它会在哪一时间点研发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乌克兰对自己的一些武器是很保密的，例如刚才提到的海王星、雷霆2、原点 U。这些导弹的技术在乌克兰一直处于讳莫如深状态。从这1年多的战争中，我们能清楚知道，乌克兰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使用这些武器去打击俄军目标，但他很少会大规模宣传。但这次涅兹尼科夫在卸任时突然爆出了风筝导弹，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他就不怕俄军加大对乌克兰境内的侦察，最后再一举摧毁风筝导弹的研发基地吗？
从威慑的角度讲，列兹尼科夫曝光风筝，不排除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种心理威慑，让俄罗斯投鼠忌器。而从研发角度分析，很可能是风筝导弹的研发已经到了最后阶段，随时可能问世。所以列兹尼科夫在卸任前选择曝光，没多大的问题，而且还能显示自己的成就。当然，如果风筝导弹研发成功的话，这对俄乌战场的影响非常大。如2000公里的射程足以覆盖俄军环亚速海沿线的补给线。如果乌军使用这款导弹不断袭击俄军补给线的话，这很有可能会给俄军后勤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别忘了，去年俄军从赫尔松撤退的主要原因就是补给线遭到了乌军的威胁和破坏。若是风筝对准俄境内目标，乌克兰甚至可以将生产图160战队轰炸机的喀山飞机制造厂纳入打击范围。而且火力军觉得，风筝导弹在研制成功后，乌克兰会第一时间加大风筝导弹的产量，不然仅仅只是1-2枚的话，估计俄军防空系统很有可能会轻易的拦截。如今，乌克兰具备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的武器越来越多了，包括射程达1000公里，由老式图141无人机改装而来的自杀式无人机，射程300公里。将 S-200防空导弹改装成的战术导弹，射程500公里的游隼，以及正在研发的风筝等等。今后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打击力度会越来越大，这样必然会迫使俄罗斯不得不考虑削弱对乌克兰本土的无人机导弹袭击。尤其是当乌克兰的导弹足以覆盖这些地区的俄军机场后，俄罗斯轰炸机在这些地区的机场活跃度就大幅下降，进而缓解乌克兰的防空压力。好了，关于乌克兰2000公里的巡航导弹，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或是还知道哪些乌克兰的远程武器，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